结果有一次我到后院发现，我后院这个草里都是屎啊，就不知道是什么动物拉的屎。然后这个而且拉的还很多，还很大。然后呢，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以为是隔壁的猫。我隔壁有个老太太，美国老太太，八九十岁了吧，养了6、7只猫，我就得去那个后院把这些屎都捡了扔掉嘛。结果有的时候下完雨捡那个屎是很难受的，就是我那时候跟人讲说，人生不仅有诗和远方，还有眼前的狗屎，真的难受。然后就捡得黏糊糊的，然后有那苍蝇啊，难受。然后有一天我在这个居家办公的时候，看到后院我家来了一个浣熊，很大，然后长长的尾巴进我这个栅栏就跟回自己家一样，那是轻车熟路。小浣熊这个东西你看着可爱，其实拉起屎来是属于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，而且它还很凶，还可能带着病菌，还可能咬你，所以要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。而且我听人讲说，如果你放任它在这里便便啊，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嘛，说是浣熊是一种很警觉的动物。你要不是说这个地方能让它充分的感觉到安全感，它是不会在这里放开自我大便的。它必须得是真的感觉到这里就是它的家，它的窝。也就是说，我长期不管我的后院，它已经感觉就是它的家了。然后再下一步你要不处理的话，它可能会到你房子里住个窝，就比如说到你的房顶、阁楼什么地方住个窝。一旦是在那里，那这个就很麻烦了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那时候浣熊一家在他家那个房顶上住的，他不知道，后来直接把他那个房顶咬开一个洞，砰呲一下掉下来了，就把他那个这个房顶砸开一个洞，掉到他1楼了。哎呦，那真是难受啊！所以你这个事情会很复杂。然后我就上网搜这种浣熊的事情该怎么办。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论坛上呢，就说，你呢要给这个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，然后动物保护协会就会过来拿个笼子把它抓了，然后放到这个安全的野外的地方去，800块钱一次，$800一次啊，$800什么概念？我去看 C 罗踢乌兹别克斯坦也就才$800，你抓个浣熊要$800，专业人员，这也太贵了。然后我说那$800这个有点太贵了吧？然后结果底下留言说，你要觉得这个贵，等你浣熊在你家住个窝，浣熊妈妈生4个小浣熊，那就是5乘800是4000块钱了，因为那是5个浣熊啊，800一只，800一只。哎呦，我说这东西不行，有没有什么别的处理方法？然后我就看其他美国人说，你就一枪把它打死，装到垃圾袋里不就完了吗？然后我说这个我也有点下不去手吧，这有点这个太暴力了吧，是吧？然后我就再搜，结果发现美国基本上就是这2种。你要是搜那种蓝州的，像什么加州、纽约州，大家就说你找动物保护协会花700-800块钱。你要是搜那种红州的，像佛罗里达、德克萨斯，就说一枪打死就扔了就算了。然后我就搜到了加拿大有个老哥说了一句话，加拿大说这个老哥说，买野狐狸的尿100%纯尿。哎呦，我这脑中就像是黑夜中的一道闪电。我想说，哎呦，这个有道理啊，对吧？你说动物之间的语言是什么？不就是气味吗？你得把它的那个天敌找到，对吧？然后我呢就上网搜，你还别说，美国亚马逊真有卖这个狐狸尿的，而且写的100%纯尿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得混合一下再撒一撒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害怕，因为我一搜就是我家这附近是有野狐狸这种动物的，你别说我撒点狐狸的尿把那个野狐狸引过来咋整啊？你这个浣熊可能没了，你就整个狐狸过来那也很难受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。但是我突然想通了另一个道理，就是为什么浣熊会怕野狐狸的尿？因为野狐狸是它的天敌啊，这是动物的食物链嘛。食物链的顶端是谁？食物链的顶端是谁？是不是我？是不是人？是不是人类？什么尿能比我的尿更牛逼？让他知道我，对吧？他之所以在我的后院撒野，不就是因为觉得这是个无主之地吗？那如果让他知道我这里已经有一个男主人了，一个雄性，对不对？一个健康的雄性，他不就不来了吗？我就很快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胖嫂，我很高兴啊，跟他说，你看，我找了一个办法，免费的哈，是吧？免费的，我这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，是不是？我这都浪费了，我早点怎么没想到，在这整什么开枪又是什么800块钱，这1分钱都不需要。然后那个胖嫂就说，你这个主意好。然后说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家后院
你要如何能够覆盖？因为它已经现在是有点过分了，在我们家这个后院角角落落到处拉，你如何覆盖？我说那你不知道男生是站着尿尿的对吧？我就尿一点，然后走两步尿一点，走两步我就把这个后院给覆盖了嘛。然后这个我太太就说那不行，这样对肾不好，你得保护一下。听说憋尿对肾不好，对吧？那个我给你想个办法，我给你找个瓶子，你尿到瓶子里去，然后你再到后院撒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我说行吧，行吧，那个你给我整个瓶子。然后我太太就给我拿一个这种1升的这个矿泉水的空瓶子，说你用这个尿。我说我俩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？这整个1升的瓶子，整个这种瓶子就差不多了吧？然后我就整了个这种瓶子，然后我就去，他就说不行，他说万一那个，他说你后院那么多屎，你整这点尿哪够啊？你得多整点。然后给了我一个1升的瓶子，然后我就去尿了。然后尿完之后呢，这个拿着这1升的瓶子出来的时候，我太太说你尿了没？我说尿啊尿啊，那就是一个点儿嘛，就那么点儿。然后我就说最近水喝的少啊，尿不出来，咱先撒一点，先撒一点。然后呢，我就到后院去了，我就开始撒我的这个尿。这个人就是尿到用时方恨少，真正的有点不够用。但是我把主要的几个位置都撒，让他闻到我的这个味道，是吧？让他知道这里是有主人的。然后我尿完之后，不是我尿完，我撒完之后呢，那是个周日，然后周一我就去上班了嘛。以前呢，基本上是每天我下班回来一进后院就是2、3坨屎。然后这个周一我回来啊，我迫不及待，以前都有点不想面对嘛，就去后院一看又有更多的屎，很难受。但我周一是有点迫不及待，我想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宝刀未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进了这个后院，进了这个后院一看，哎，我撒尿的那些地方他就不拉了，他把自己这个屎拉到了我这个后院很角落的一个地方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动物的语言嘛，就是说我给你让了，这是你的地盘，我给你让了，我在我旁边这个地方搞一下。你说男人什么时候最有这种成就感？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就是这种用动物的语言跟动物沟通的时候？我回去，对吧？跟我老婆跟我女儿，我看就是感觉那种这种雄性的动物保护到了自己的这个族群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觉得自己可以。然后呢，我就跑到他那个角落拉屎的地方，我对着他一泡尿，就尿在那儿。我就让他知道，这个角落也不是法外之地，是不是？犯我疆土者，虽远必诛。然后就让他知道，你就得从我这个后院滚出去。然后我就很高兴睡了一晚好觉。然后周二我下班回来，一直憋着没尿啊，你知道吧？因为那都是这个这都是珍贵的货币。我这个下午喝完咖啡我就没尿，从3、4点一直憋到晚上回家5、6点，这回家开车路上都有点憋不住啊。我想着一会儿我尿到后院里去。然后我那个周二回到后院一看，那浣熊在我院子的正中央拉了一坨这么大的屎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点东西啊！那时候我真是有点感觉到力不从心啊！我那时候对着他那中间的屎尿的时候，我都尿到我自己鞋上了。就男人，你们知道的啊，你们可能都是20多岁，是吧？以前你都是逆风尿3丈，后来到了一定年纪就是顺风尿10鞋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如果我再年轻10岁，他还会这样吗？是我不够纯，还是我的味道不够重？这是为什么？哎呀，真是难受。周一我那时候有多志得意满，周二就有多挫败。回去也不敢跟我老婆讲，我老婆说怎么样？今天他尿没拉没拉？我说好像不多了已经。哎呀，廉颇老矣了，是廉颇老矣了，难受。然后就基本上就进入到这个游击战的状态嘛，就跟我现在直播一样，就是
敌进我退，敌疲我打这个状态，对吧？这个我老婆在的时候，我就聊一些有的没的；老婆不在，我偷偷上播，咱们再聊点这个带劲儿的。那就是基本上我尿了，他就在别的地方拉；他拉了，我就在他那里尿，他又在别的地方，反正就是来回来回这么整。他不认输的，他不认输。然后就有一天周末，我家来一个美国朋友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嘛，我就跟他这个讲这个我的那个内心的烦闷。说着说着，这个浣熊来了，他就趴在那个墙上，然后想要进来。结果我一看到他，我想，嘿呦嚯，这还直接这不光天化日之下就干过来了。我就说这个不行，我就打开那个院门，我就冲他喊嘛。我记得动物有那种雄性动物，就是那种猩猩那种那种，对吧？你这个应该有一种动物的语言是，我就跟他喊，然后结果他也不怕，他就看着我，瞪着我。然后这个我其实也不太敢接近，因为的确浣熊是有传染病的，你要是被抓了，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？所以我也只能虚张声势。此时此刻，我这个美国朋友啊，直接走到后院，拿起我的这个，我们有那种喷水的那种水枪啊，他就把那个喷水的那个东西调成最硬的那一档，对着那个浣熊就呲到那个浣熊身上，浣熊就跑。然后那个美国人就说我这是没枪，就只能拿这个对付一下。他那个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然后这个浣熊不就不敢来了嘛？那我发现这个东西还是得用枪哈，还是得用美国人的思路解决问题。当然是没有真枪，拿水枪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一段时间这个浣熊就没来了，我觉得挺爽的。结果有一阵儿我们家出去旅游，大概1个星期不在家，回来之后浣熊又回来了，就是又在我们这个后院拉屎，我已经无计可施了，我甚至都觉得是不是就干脆和平共存算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也就少去后院也就算了。然后有一天晚上啊，我跟我这个太太在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大概半夜2、3点，突然听到我们后院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动物厮打的声音，然后听到了那种浣熊的叫声和我都听不出来，后来明白了是浣熊的叫声，还有这个猫的惨叫。你们记得我不是说我隔壁老太太家养了好几只猫吗？他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然后就第二天早上我再一看，我们老太太那里有2、3只猫，有一个猫的尾巴被咬掉了半截。那我估计是那2、3只猫跟浣熊打了一架，打了一架。哎呦，厉害了！这个浣熊就再也不来了。这个猫就帮我把浣熊赶走。我现在心想，哎呀，是得养个动物啊。说，哎，虽然美国人喜欢养点狗、养点猫什么的，我虽然没养，对吧？但我隔壁养个猫，就等于说是替我解决问题了，还挺高兴的。现在我家后院全是猫屎，比那个浣熊屎还多，全是猫屎。哎呦，我这是，然后又是我邻居的猫，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难受，难受，哎，对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，人与自然的故事。